其实，对于创投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投资人来讲，有兴奋感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25年还是有很多兴奋的时刻的。我觉得第一个还是 AI， 最近的这个 Gemini 3是吧出现了以后，也让这个 OpenAI 感觉到 Red Alert。那另外呢，我们也很关注对经济的生产的要素。其中能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比如说，我个人很兴奋的对氢能的投资。那同时呢，比如说新型的核能，也是基于对 AI 的发展，应对这个对能源需求的巨大增加。另外也包括算力、数据等等。回到商业本质思考的这个理性，可能让大家就没有那么 FOMO 了。对，明年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积极的信号，我还是很期待的，是吧？2025年。目前看到的趋势还是能够持续去把这种上市的通道打开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Wendy。那作为2025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呢，特别适合聊聊今年的总结。从一家投资机构的角度，这一年发现了哪些新的方向，在哪些机会上果断下注，又有哪些时刻让投资人们觉得说，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些什么？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再次邀请到了未来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燕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作为一个投资生涯将近20年的资深投资人，他的年度总结会是什么样的？欢迎燕。好，谢谢 Wendy， 电波未来的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好。谢谢燕。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您在创投圈这个耕耘了将近有20年的这个时间。那在2025年的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您觉得让您个人感到最振奋，或者是说印象最深刻的行业瞬间是什么呢？那这个当中有什么特别触动了您？一提20年，感觉有点老登的感觉，真的时间一晃过得很快哈。这个我入行的时候是2007年，现在已经真的快接近20年了。所以其实对于创投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投资人来讲，有兴奋感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25年还是有很多兴奋的时刻的。我想就举3个让我特别兴奋的这个现象吧。我觉得第一个还是 AI。其实今年的年初，这个 DeepSeek Moment， 它让全世界认知了中国在 AI 上边的能力，是吧？它确实是带来原创的。给整个的这个 AI 的创新领域都带来了贡献通过它的这种开源的模式，所以确实在在 DeepSeek 发布这个 moment 的时候，全世界都震惊了，然后也引起了投资圈这个很多这个投资人又燃起了对中国投资创新的兴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振奋人心的。当然，整个这一年 AI 的发展都非常的快速，最近的这个 Gemini 3是吧出现了以后。大家发现谷歌这个过去不管是在模型方面，也包括它算力方面的积累，让它现在有了非常这个出色的惊艳的表现，也让这个 OpenAI 感觉到 Red Alert 是吧？要赶紧要追赶，要紧急的发布它的新的模型。所以整个 AI 行业它的这种进展，我觉得还是超过很多人的预期的。是。那从这个大模型的发展到 agent 也发展的非常快，不仅仅是这种国外的 agent， 包括我们中国现在 agent 也是如火如荼的发展，而且它在解决中国的商业问题，同时也在解决其实海外的很多这种商业应用场景所碰到的所产生的需求。这个还是让我们很兴奋的，围绕着 AI 机器人当然是另外一个也是跟 AI 相关的主题。我觉得第二个让我觉得过去的一年其实给整个投资界都带来很好的这种鼓励，其实是二级市场的出色的表现。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港股是吧？也来自于咱们其实 A 股上面很多科技公司的这种出色的表现。其实做一级市场投资，最终你管理基金要给投资人产生回报，它能够让这个正向的循环建立起来，需要一个非常健康的二级市场。那其实从去年就开始这个港股开始发力。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从这个估值的增长是最快的，是吧？从价值增长。另外呢，由于这个18C 的出现，让很多高速成长科技公司可能没有盈利但是销售业务在高速增长，这样的公司它有了上市的机会。所以这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我觉得也是我们在2025年感觉到非常的欣慰的一件事情。是。还有第3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就是由于大家现在重视这种科技的投资，现在出现了很多教授加上企业家，或者这个教授下场去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我觉得非常值得去这个观察，也拥抱这样的一个模式。它里边可能是有不同的形式，是吧？比如说教授去做 CEO， 也有的是教授跟企业家的结合，也有教授带学生去创业，等等不同的模式。那我想呢，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是由于这种我们对科技投资的重视。那很多这种来自于科研院所的这种能力，还是科技公司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的优势在啊，所以教授下场。但是怎么样这些公司最终成为商业的成功，其实有很多商业的元素在，商业的领导力在。那这些企业怎么去发展这样的一个新的这种变成主流的模式，怎么去健康的演变，我也是非常期待的。那您觉得说这个2025年有哪些的这个领域的发展是超越您的预期的吗？其实您刚才也已经讲了这一部分，就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具身智能啊等等的。那有哪些就领域是从您的角度是真正的实现了大规模的这个商业化吗？然后这些的上面的改变给您的这个投资逻辑有没有带来哪些变化？OK， 如果聚焦到商业化，其实我们思考的角度可能就不太一样，是吧？其实有很多现在我们在投的创新，它更多的是对将来的期待。对，如果我们去讲真正实现商业化，我想可以举一个例子让我非常期待的，就是自动驾驶它的发展，是吧？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领域。其实未来资本在2018年就开始布局，是吧？2017年、18年就开始布局自动驾驶。那现在呢？基本上进入了收获期，很多公司都完成了上市或者进入上市的通道，比如说这个小马智行，是吧？完成了美股的上市，那么又再次在港股上市，2次上市。拿小马举个例子，它的商业化就让我们很兴奋，是吧？现在它已经完成了单车模型的这种经济模型这个盈利的转正。那在一个要普及自动驾驶，大规模去上自动驾驶的前提就是它能够有盈利性，所以小马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的这个车辆的完全安装了自动驾驶套件的车辆成本已经降到了30万，是吧？那你通过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去摊销，它就提供自动驾驶服务就非常有竞争力。那现在这样的一个能够盈利的单车，它就可以大规模的去上量。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南方，是吧？在广东已经有了近1000辆的一个布局，那么明年可能要到3000辆的布局，所以这个我们都是很欣慰的。我觉得自动驾驶的商业化 ，Robotaxi 的商业化现在已经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趋势。另外呢，其实从商业化的角度，谈到 AI 这个大家对中国的这种算力的它的商业化，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很好的一些表现，是吧？有很多这个优秀的算力公司 AI 的这个计算平台的公司上市了以后表现也非常好，而且他们的业务也有了长足的进展。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种在 AI 体系里边中国自己能够开发出优秀的这种算力公司，提供 AI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闭环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大家看到了一些希望。我们说，就是因为25年其实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变化，那未来资本我们自己在这个投资逻辑、策略还有重点的这个布局上，跟着这个25年的一些的这个趋势，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然后在这个当中，您和未来资本的这个团队是怎么去思考这件事儿的？好。对，未来资本其实我们从成立之初一直就在关注技术和产业的相关性，是吧？技术的创新是很重要的推动力，但是这些技术创新怎么去改变一些大的产业，或者创造出一些大的产业，这是未来资本一直关心的逻辑。那我想在2025年这个很多技术发展都有长足的这种飞跃的前提下，我们有几个比较大的思考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围绕着智能电动汽车这种系统性的投资，把它去延展到一些新的领域。其实我们可以过去看到，过去的大概10年时间，其实智能电动汽车是引领了世界的创新，在中国做得非常出色，是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企业，也带领了像宁德时代做电池，其实一个新型的汽车零部件，是吧？
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新型汽车零部件，一批主机厂出现，是吧？新型的智能电动汽车主机厂，这个领域的这个创新，大家已经看到中国走在了世界最前列。那么现在基于这个基础，怎么向其他的行业去覆盖？比如说 physical AI，现在我们讲的很热的具身的机器人，也是2025年大家投资的一个热点，是吧？它其实跟智能电动汽车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其中有供应链的共同的一些重叠，那么也包括像软硬件结合怎么把软硬结合做好，是具身智能走向市场的一个关键。所以借鉴这种智能电动汽车自动驾驶里边的一些积累，去覆盖到所谓的 physical AI 具身的一些投资。那另外像智能硬件像先进制造，其实也都跟我刚才说的这种汽车行业的创新有很大的关系。那未来资本呢，作为一个在智能电动汽车行业里边投资还是很早，也做了很多积累的一个机构，去把我们的积累覆盖到更多的先进制造的这些领域的机会，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趋势。那另外呢，我们也很关注对经济的生产的要素，其中能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我们其实从成立之初就在关注新能源的投资，是吧？储能的投资，这些持续会变成这个很好的投资的机会。但是这些要素也在发生一些转变，比如说我个人很兴奋的对氢能的投资因为现在可燃能源发电成本大幅降低，所以它对于氢能的行业，它的输入的成本就降低了，让制氢变得非常便宜。对我们也在这个25年布局了2家这个制氢的公司。那同时呢，比如说新型的核能也是基于对 AI 的发展，应对这个对能源需求的巨大增加，用新型的核能去提供稳定的能源，而且能够进入到这个城市这样的一些新型安全的核能也是 modular 可以把它分布式的去布局的这样的核能这个新型能源，另外也包括算力、数据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变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些新的它的动力、新的 factor、新的这种 power 在。那这是我们对这种新动能、新动力的一个投资。我觉得第三个就是关于新的范式也是我们其实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非常关注的。那我想基于现在的一些发展方向，比如说像 AI 的 agent，我们是积极的关注的，它在为企业增加效率，是吧？同时呢，也 agent 进入到 consumer 的世界，能够帮助个人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也能提高效率。所以 agent 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那也包括低空经济，是吧？空天的一些技术等等，都会成为新的范式里边很重要的投资的方向。那如果说我们回顾未来资本的这个2025年，在我们2025经历的这些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是您觉得是最有代表性的呢？并且这个背后是体现了未来资本怎么样的一些独特的这个价值主张，能跟我们的听友做一下分享吗？好，那我分享2个项目吧。好，正好刚刚从香港回来，就是参加了这个图达通的上市。对。其实图达通的这个发展还是很有未来资本的投资的一个特色，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吧。那我也简单回顾一下，因为上市的时候也给他们做了一些分享，让我也要去重新的去把这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在我眼前又演了一遍。对，那其实我们当初投这个激光雷达的时候，也是从这个 research 从研究起家，认为真正去把自动驾驶实现是需要激光雷达的我们这个认知其实当时并不是一个完全主流的认知，当时马斯克也在提不需要激光雷达，是吧？但是我们认为其实能够把安全系数提高是很重要的，哪怕提高1%，这个它只要这个成本可控，是值得去花这个成本的。所以当时就决定要这个布局激光雷达，然后我们也扫了全世界最好的一批公司，那也让这些公司把他们的产品送到蔚来汽车去做测试。对，这些公司也非常愿意送样因为他们这样有跟客户接触的机会，以后有可能被选中能够上车。所以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评估的工作，后来选择投资了图达通。那图达通呢做的是150，对，这个波长的激光，它能够看到非常远，那能够看到500米，是吧？我们认为其实这样的激光
这个激光雷达它能够上车，只要把成本降下来，它还是体现是最优的，这样能够对安全性的贡献是最大的。所以当时选择投资了图达通。那后边其实这个企业的发展也面临了非常多的挑战啊，比如说很好的技术怎么样商业化。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图达通拿到了蔚来的订单，在 New Day 上宣布，大家都很兴奋，是吧？现在有订单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我怎么把它造出来？而中国的车企的节奏又很快，蔚来的节奏很快，是吧？希望它1年半的时间就能完成量产，这个在一个这个汽车的零部件行业其实是基本上大家难以想象的。那当时呢，这个蔚来也输出了能力，那图达通其实还是更重要的，感谢图达通团队全力的投入，在1年的时间把产线搭建起来，1年半就完成了量产工作，把高质量的激光雷达这个供应给了蔚来，然后让消费者享受到了这样一个好的产品。所以蔚来资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很多，也做出了自己很多的努力，通过我们的认知去选择好的技术，而且是世界最创新的技术，帮助它能够拿到客户，能够完成量产，能够完成商业化啊。这个其实是很多科技公司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走出科技的死亡之谷，能够真正被市场所接受，拿到第一个客户，证明自己。那我们像这个帮助图达通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转化啊，那其他其实还有类似的许多公司，蔚来资本都做了这样的布局，也通过我们的赋能，是吧，去帮助企业完成这个商业化啊。当然更多的我觉得最本质的还是企业我们所投的公司它自身的这种能力投入度，它的发展，那我们能够帮到他们都是让我非常欣慰的。那另外一个我想其实我们今年新投的投资我都很兴奋，也很难挑出一个来，但是我就讲一个公司叫 Deximo， 对，原力灵机，它是做机器人领域的具身的一家非常优质的公司。那我们选择投资原力灵机，也是基于我们对产业的思考，就是更聚焦它的应用，更聚焦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它的下游。那原力灵机这个团队呢，过去就已经有非常好的积累，已经把他们这个过去几年就把其他的机器人形态曾经销售给比如说这种物流的场景、零售的品牌厂商已经在用他们的产品，是吧？他知道怎么去商业化。这个团队的这个从理解技术，把技术变成商业产品，它的积累是很厚的。现在投身于具身这个领域，也找到了它很好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选择投资了 Deximo， 就是基于我们对这个技术与场景结合，我们认为是具身可能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这个能够建立好的能力，所以选择投资了 Deximo。这也拭目以待啊！希望企业能够很好的发展，也能够证明我们这个投资的 investment thesis 是正确的。站在这个整个产业的视角，如果我们去看这个需求，去看这个场景落地，能够帮我们其实更冷静客观的去看待很多的这个技术。但是我们今年有一个词，上次其实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叫这个FOMO， 然后我们说会有一些跟风的这个焦虑。那您有没有今年有没有这个 fear of missing out 的这样的这个 moment？ 对对，如果说没有，那就有点夸张了。我觉得其实 FOMO 这种状态在25年其实很多机构可能都会经历，是吧？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是关于这个 agent， 关于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些投资。对。其实涌现了很多很好的机会。那投资机构呢，也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能够锁定其中的一些优秀的项目，是吧？是。这个我们也看到其实很激进的一些行为啊。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当时蔚来资本也做了很深入的讨论，就是我们怎么去捕捉到这样毫无疑问是大的趋势，是吧？毫无疑问是大的趋势，我们怎么去选择我们应该出手的标的，然后在投资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既投到好的项目，同时也能保证这些公司能够有一个长久的健康的发展。对，我觉得还是当初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做了很多更深入的思考，是吧？比如说我们其实在面对这个具身智能它的发展的速度这么快的时候，
当时我们也内部做了分析，那把我们对具身智能的投资其实聚焦在2个思考的维度啊，其实跟我们原来投自动驾驶的思考维度很像。一个呢就是在这种技术的这个 stack 上边 ，technology stack 就是技术的这个各个站里边去做其中可能壁垒最高的难度挑战最大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大脑是吧 ？World Model 怎么去在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布局？那另外呢，我们在投的其实在应用的场景更加的关注是吧？哪些公司它能够真正的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这样只有你解决了问题，你才可能有大规模的客户、大规模的商业化。这样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得到布局，才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数据，数据飞轮才可以转起来。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抓住一些我们认为商业化可能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重点的布局。那这样更回归商业本质，其实跟我们自动驾驶的投资是非常类似的。当时我们也投了算法，投了传感器，然后在应用场景上，比如说 Robotaxi， 比如说这个矿山是吧？比如说港口，在做一些场景的布局，这样保证我们最后的投资结果是好的。那我想具身呢也是借用了这样的一个思路，回归商业本质去思考，这样避免 FOMO 它所带来的一些可能潜在的问题。我想其实这些行业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我很相信具身以后的它的巨大潜力。但是现在的目前其实离真正的规模化的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是吧？现在今年可能中国也就卖了1万台机器人，其实量还很小。那它对产业链里边的影响是什么，是吧？现在可能看起来不错的公司，以后会不会是一个长期胜利的公司，其实很值得问这个问题的。对，您刚才讲说这个回到商业本质思考的这个理性，可能让大家就没有那么 FOMO 了。对，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投资啊，然后整个行业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觉得说这个讲投资这件事儿，就肯定得讲宏观。然后不管是这个地缘的这个政治的一些的这个因素，或者是说我们国内的一些的这个大的这个政策，其实都是会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创投的行业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从您的这个角度，您觉得说这个今年整体的宏观上哪一个或者哪一些的这个因素或者政策对创投行业造成的这个影响最大呢？我觉得其实一级市场投资啊，这个过去的几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创投投资是吧？创业投资其实以前我们更关注这种技术的底层的逻辑和商业的一些思考，其实对宏观以前是不做太多研究的。但是过去几年让我们发现，我们一定要了解宏观，是吧？宏观上也发生了非常多的事儿啊，比如说这个贸易战啊，是一个其实25年有很多围绕着贸易战的讨论，那现在感觉有点快尘埃落定了。那其实呢，政策的发展，中国的这种产业政策的发展，也让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其实这个长期的这种合理的产业规划，可能会带来一些非常大的投资的机会。其实你看这个，从可能我入行的时候11.5开始是吧，到现在15.5出台，那其实中国在很多重点产业上有非常连续的这种产业政策，包括像智能电动汽车，也包括像这个新能源等等。那由于这些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了这些行业的发展，让这些行业现在变成了世界最领先的一些行业。那我们其实还有一点很关注的，更多的是在资金的来源。对于这个创新的投资资金的来源在哪里？其实25年也发生了一些情况啊，这也是过去几年持续发生的，就是原来在中国投资创新的一个主力就是美元资金，是吧？现在变得进入中国的越来越少。那现在呢，其实对中国很多创新的这种资金的阻力，反而来自于这个人民币人民币的支持。那而人民币的这个资金来源现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吧？现在国资变成了其中的主力。那所以我们会非常关注，这个其实对投资是很重要的，是吧？供给和这个需求。那其实在这方面国家有很多政策，
出台，是吧？关于对创业投资的行业设立不同的基金去参与啊，那它对这些行业的格局的一些影响啊，会产生很大的一些作用。其实您刚才讲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可能还要放到更长远去看这样的这个事儿。那我们未来资本的我们的这个价值观里面有一条哈，叫这个终局思维。那我们说真的是用终局思维才能去穿透外界的一些的这个噪音，然后才能穿越周期，在浪潮当中找准我们想要的方向。那如果是我们站在这个反思的这个角度啊，您也经常跟我们说要复盘要反思。对。那您觉得这一年无论是对于行业来说，还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机构，对于未来资本来讲，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其实我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长期供需，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角度啊。其实从行业的角度，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供需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我们从供给把它去规划，就是供给描述为是好的创业的机会，对啊，从这个角度，中国的科技创新是非常蓬勃的，所以我觉得供给端是没有问题的。有很好的技术，现在大家也相信中国能出现这种全球领先的行业，是吧？以技术为主导，以创新为主导，有很多公司都证明了我们可以做到，是吧？比如说蔚来汽车也持续的投入创新，现在在开发世界最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的产品。比如说我们也走向国际的，我们投的 Momenta 现在也跟戴姆勒在中东去推广它的自动驾驶的方案。所以现在大家对中国的创新的信心是越来越足了。对啊，我们已经不是去学习这个国外的创新，把它降本 copy to China，现在已经是引领世界的一些发展。那这个供给端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从需求侧，从这个如果我们把它讲资金的匹配，它现在是发生了很大的结构性的变化。那其中一点就是外资的大幅减少。其实过去几年这个趋势都非常的明确，流入中国市场的美元大幅减少。那这里边不仅仅是来自于美国的美元，也包括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美元的投资。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其实全行业都应该去解决。我们有这么好的供给，这么好的创新，是吧？它如果从财务回报的角度来讲，也能够给大家赚到很好的回报。对，怎么让国际资本持续的有信心投资中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那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来自于咱们中国人民币的这种资金的供给。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供给现在从国家的层面在增加，是吧？国家也发布了，比如最近这个1500亿的支持创新、支持创业投资的基金分在3个不同的地域。我觉得其实这种对创新行业的关注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资金怎么能够流入到好的机构里边，真正能够发现到好的公司，是吧？然后能够帮助这些公司去健康的发展，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另外来自于人民币，其实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这种民间的资本投入到创新里边，其实它还是不够踊跃的。我们其实看到好多民间资本可能参与2级市场是积极的，但是参与到这种1级市场的投资还是不够积极。那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是吧？民间资本也要逐渐的建立它的信心，认为回报是健康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因为你投到一个基金里边或者投到公司里边，它的周期是很长的，它需要有一个健康的2级市场，让这些公司去推出让大家能觉得它财富能够增值。另外当然也有像税收，是吧？你投2级，它的税和投1级的税又不太一样。对，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税收的结构，能够让这个民间的资本愿意投到1级市场的这种创新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我们应该把它在结构上规划好，能够健康的引入多元化的资本参与到中国的这种创新的事业当中去。其实您刚才提到说2025年的一些让您兴奋的这个瞬间，然后您提到说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教授和科学家either是自己创业，或者是跟他身边的这个人一起创业。那这个回到了一个未来资本经常要提的这个话题我们说这个是创始人的心智和我们的组织能力的这个进化。那今天
天我们不问我们的这个企业，我们要问问您啊。然后其实作为您也是这个未来资本的，其实我们的这个掌舵人。那在这一年啊，我们的未来资本的这个组织能力上，或者是我们内部上有没有一些就是让您感到就是还比较兴奋的这个变化呢？是，对，我先插播一下，我一会儿会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关于刚才这个教授进入到这种创业公司是吧，投身创业事业，这个话题我想再多说两句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是吧？有它这个发生的一些原因在。那我们也在积极拥抱这样的一个现象去投资，但是这里边怎么样把它变成商业的成功，其实还是一个大家在不断去观察、去修正的一个课题。什么样的模式真的能够成功？然后这里边如果是这个科技的这种大咖是吧？可能是教授，也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企业、来自于其他行业的科技大咖，怎么样去完成这样一个向商业领袖的一个转变？其实是很重要的话题，也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啊。这个我们其实有时间可以再深入的去讨论。那回到这个未来资本自身，我今年最兴奋的事情还是我们在认真的去搭建一个合伙制的投资机构啊。我们其实在过去的这个2年时间也完成了这个年轻合伙人的这种提升，是吧？我们现在有3位合伙人，李瑶、管宇凡。吕元兴在各自的领域，都投了很好的公司，也有自己的投资的思路，同时也在带团队。那我觉得很认真的去把这个合伙人的机制搭建好，因为这个行业它在发生，其实很多就是我们所涉及的行业，不管是技术还是行业本身，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你需要不同年龄层的合伙人去完成好的投资的这个组合，是吧？完成好的投资的工作。你也需要有经验的合伙人去把过去积累的这些经验带到我们所投的企业当中，帮助这些企业去发展。其实你需要一个这种非常好的组合，是吧？去让我们不断的去发现优秀的企业、优秀的机会，又能把过去的积累能够去很好的赋能。那这个是我想我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也是将来要重点修的一课，就是怎么把未来资本这个合伙制、合伙人聚到一起。本质上哈，就是说我们说投资机构的能力啊，和我们很多的这个被投企业、很多的这个企业一样，我们都需要明确的使命啊，专业的团队，然后高效的这个协同。那这个说完这个组织能力啊，因为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您非常看重个人心智的这个成长，今年其实也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去在这个国内啊和国外，然后这个学习了很多新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今年的一些学习的这个感悟和收获？是。说起来这个就是花时间去学习，其实我还是很纠结的，是吧？因为都很忙。其实这个今年大家都很卷啊，但是我真正去了以后，觉得收获还是很大的。那这里边呢，有2个，就是我做了2个课程啊，我觉得还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其中一个呢是叫 Aspen Institute 啊，它也是一个美国的机构。那我们在一起呢会读很多关于哲学，是吧？关于组织、关于领导力的一些这个多年积累的一些文章，一些优秀的著作啊，也来自于我们很尊重的一些哲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啊等等啊，来自于这些人他们的积累，也是经过长期筛选啊，然后这个大家去之前一定都要读，是吧？有时候是很难的，其中有些英文还是古英文，是吧？读起来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要求每个人到场都要先把这些文章都读了以后，要有自己的思考，带着思考来，然后我们在一起去讨论对这些思考，那么映射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世界的格局，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能够跳出来去思考一个好的组织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好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其中我印象很深，就是大家在谈什么是一个 good society， 是一个好的社会。那这里边其实你要从不同的维度去思考，一个是 efficiency 效率，是吧？那么也有 community，你要照顾到社区，同时liberty 是吧？大家的这种自由，是吧？这个生活当中的自由度，同时你要
考虑到平等。那么这4个维度很多时候是冲突的。那比如说我们在咱们这个聚焦到咱们中国的社会，其实过去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对效率是吧？对增长是有很大的关注。那这个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种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所以对其他的维度怎么样能够在发展的同时也能照顾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其实一个企业也要做同样的思考。我们在追求这个发展的时候，怎么样高质量发展，健康的发展，能够照顾到团队成长，是吧？这个同时与市场的机会相匹配。对，所以跳出来去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是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也听到其他一些很优秀的这个伙伴他们的一些思考。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蛮有意思对我也收获非常大的一个培训，就是以前上过我们播客的Leo老师的一个培训。那他呢其实更重视体验，就是其实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之外，去培养一些好的习惯。对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是吧？我们其实都会看手机。那其实大家如果没有这个意识，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发短视频，花在不同上面的时间，其实是不少的。对，有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在学习知识，是吧？去了解一些信息，或者有的时候是实在太忙，压力太大，看一下，一不小心就20分钟、半小时过去了。其实他很关注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巨大的环境下，去寻找到一个内心的平静以及专注的一个工作状态。带着我们所谓的这种心流状态，去在企业里边去工作去经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创业者，是吧？作为一个在企业里边可能去日常非常忙碌，管理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重要决策的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让自己长期处在一个很好的心流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是。那Leo老师就会做这个培训，所以我觉得这2个培训对我是收益非常大的。对。这个提到这个Leo老师，他经常会讲到，就是说这个生命的这个层次。那如果是我们让您就是回顾过去这一整年，然后我们这个投资机构因为总是在周期当中这个起起伏伏嘛，那在这样的这个起伏当中，如果是让您给2025年的心境指数打个分，您会打几分？然后对明年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期待呢？是心境指数，我觉得可能7分，是吧？1到10的话，7分。因为其实我们在面对一个就是机会是很多的，就是发展很快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对，所以大家还是很兴奋的，是吧？但是同时又是非常卷的一个行业。刚才你也提到 FOMO， 是吧？这种状态怎么去应对它？沉下来去思考，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确实行业里面也有很多的焦虑。是。然后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焦虑？它有很多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些结构性的变化？这都是蛮大的一些挑战。对明年的这个期待呢？明年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积极的信号，我还是很期待的，是吧？刚才提到这些行业的发展，我们不论是像 AI， 是吧？AI是深刻的在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另外呢，我也很期待的一些像能源行业的发展。最近其实中国很多这个机构在投核聚变未来资本是我们最早开始投核聚变的，是现在这个大家都很积极的在投，而核聚变又是一个其实人类对能源的终极梦想。我们现在能有这么多的机构去拥抱核聚变，去解决这种更本质的能源问题，让我也是非常兴奋的，是吧？而且围绕着这个产业链，它有很多的投资机会。比如说像我们投过的高温超导呀，像这个像制冷技术呀等等，都会产生一些近期就能够商业化的很好的机会。那还有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氢能也好，是吧？另外像机器人呀，像这个空间的一些技术啊等等，我觉得从技术发展上我还是非常兴奋的。我觉得很多好的公司会出现，二级市场我相信还会有它的持续的这种积极的表现。对，那这样呢就能够让整个投资的这种收益能够闭环，是吧？
虽然上市其实是新的开始，但是呢，这个能够让早期投资人有一个退出的机会，能够把资金回到这个投资的体系里边，我觉得这种健康的闭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健康的二级市场，我将2025年目前看到的趋势还是能够持续去把这种上市的通道打开的，而且甚至呢，对于在 A 股上边现在也出现了快速上市的一些现象，那么上市的时候表现也非常好啊，我想这个都是一些非常积极的信号。那长期来看，怎么样去把这种长期资本持续的引入到中国的创业投资领域里边，其中不仅仅是中国的自己的资金，同时也包括国际化的资本，也包括民间的资本。如果有长期的资本助力，我想这个行业会更健康的发展。好的，谢谢燕。这1小时呢，就像是一次全景的扫描，在2025年最热的技术浪潮和商业浪潮里，我们又穿越了一遍，既有技术爆发的激情，也有回归理性的沉淀。最终我们还是要充满希望、充满信心的迎接我们的2026，来迎接我们更美好的未来。那再次感谢燕，谢谢 Wendy， 也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播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是的，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的电波未来，我们非常荣幸在2025年因为电波未来和大家相遇。每期节目在 Neo Radio 里，在小宇宙、B 站、喜马拉雅等平台都有好几万听友的收听。新的一年，我们也会再接再厉，继续邀请不同领域的投资人、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未来的洞见，在电波中听见未来。2026，我们不见不散。